来，我们简单的看一下了，我会有我自己的想法，然后之后我们就也问一下其他的创作者的意见。基本上呢，这个 4.0 的大改版呢，还蛮多东西的。第一呢，就是这个新增的装备特技。第一是机谋，自身施加的负面状态有 6% 的几率变为不可驱散。就是基本上呢，你的武将携带这个特技呢，好像贾诩打混乱啊，有一个 6% 的机会，对面如果有草船的话呢，有一个 6% 的机会是不能被净化的。所以这个还蛮屌的。这个跟夏季的符文呢，应该有联动，我还蛮看好的啊。基本上这个特技呢是专门来克制草船借箭的。第二个就是符威，我觉得这个是还蛮顶的一个特技啊，造成治疗效果提升 6%， 就是如果你有刮骨疗毒啊，或者是草船借箭啊、阴沉自首等等这些治疗型的战法呢，而且不只是这些治疗型的战法，而且你有其他特技，像是妖气啊，有些装备也会自己加血，有些兵书也会自己加血。这些特技如果是有治疗效果呢，无论是哪一种形式呢，都会提升 6%。不要小看这 6%， 这个 6% 可能会决定你的队伍是否打得出天下无双。而且这两个特技呢，下个赛季可以在霸业限定特技书里面换取。第二个战略调整呢，第一呢就是俘虏规则的调整，被俘虏的玩家上缴部分资源呢，但未脱离俘虏时，如果被另外一个同盟俘虏，会保留上缴资源的进入。这个其实影响不大啦，基本上呢，如果我是被 A 盟俘虏，然后在俘虏状态呢，刚好 B 盟跟 A 盟是对打的，刚好 B 盟就利用这一点呢来反俘虏我这个可能是在西盟的一个组成。之前呢，如果你在上缴资源上缴一半呢，如果被另外一个同盟打下，你的上缴的部分就会刷新，所以现在呢已经改成不需要被刷新。然后分层脱离占领俘虏状态时，会打断必城和必城准备的状态，对于同盟管理员比较重要的这一块了。然后新增俘虏期免战倒计时，敌我双方均可见。这一点呢就比较特别了。现在呢是直接透明化，两边呢在那个俘虏层上面直接可以看到一个 countdown。然后全新赛季对象缴纳赎金脱离俘虏状态将打断主城和分层的必城进度。就是如果你在必城逼到一半的话，你可以马上直接用资源来脱离俘虏状态。我们要看一下实际的战局，这些管理员会怎么运用这一点。然后 PK 赛季，玩家在志愿州、非出生州的势力被俘虏，缴纳赎金的冷却时间延增为135天，封顶5天，缴纳金珠符。还好啦，你这样子想啊，如果你是被对面呢压倒性的推进呢，基本上这个赛季也差不多打完了。这些其实对管理员会比较重要。OK， 平衡性调整，徐晃长驱直入。从以前的 S1 的魏盾就没人在屌他的徐晃呢，在下个赛季呢会加强一点点。战斗中每次造成兵刃伤害时，使自身造成兵刃伤害提升 15%， 最大叠加5次。然后呢，叠加5次后呢，使我军全体受到伤害降低 16%。所以呢，这个减伤呢，对于以后的变种魏盾，大家应该有听到一些传言，就是后面赛季可能会掀起一股反击流啊。SB 诸葛亮也改版了，基本上就是把它的几率给调高一点点，就是从奇数回合 28% 几率呢改成 32%， 偶数回合呢从 70% 改成 75%。改了几率有什么影响呢？因为之前的北伐枪有点不稳定，现在呢稍微的稳定一点点了，就是这么简单。然后我们再继续看一下吕蒙白衣渡江，也是提高了发动率，可是基本上就算提高了发动率呢，我觉得还是也不能改变它是一个比较脆皮的一个武将啊，所以还是改变不大。然后荀攸呢，他的几率基本上从1回合 5% 改成 6%， 其他东西都没变。然后呢，战法也有所改变，风助火势提高了 5% 的发动率，横个月嘛，这些可能我就直接进群让大家一起讨论。OK， 我正在看沙克的那个贴文，风助火势好像还不错，因为从 45% 改到 50% 了。
所以应该比较强。我觉得夏季的藤甲兵会很难受，因为很多符文啊、很多特技啊的改版啊，都是主导向专打藤甲兵。然后横戈月嘛，这个其实改版还蛮大的。之前是战斗3回合，双方全体造成谋略伤害降低30%，造成的普攻、攻击跟突击战法伤害提升20%，而且这个是只限于前3回合。可是现在的改版呢，战斗前3回合，双方全体造成谋略伤害降低30%，第3回合起，使我军全体造成的兵刃伤害提升20%，受速度影响，持续到战斗结束。大家都知道，速攻队啊、爆头旗都是靠前2回合、前3回合来打伤害，可是这个还蛮特别的，所以我想听一下你们的看法。这最佳的配搭是要怎么配搭？其实比起现阶段版本啦，更大程度其实是为了未来性来讲，而不是当前攻铺路对吧？对啊，因为现代当前版本来讲的话，还是法师当道为主要的脉络嘛。但务工队的主要脉络其实真正在比较中后段回合的，也就是鼠枪那一些。可是鼠枪这一个脉络呢，它其实现在的战法阶段都算是比较齐全的，还不至于说一定需要上到横戈药嘛。所以基本上下个赛季的这个战法的作用不大，而反而对于那些无旗啊、虎城啊有用横戈月马的就要小心一点，因为反之可能还会稍微变得弱了一些啊，尤其是那些吃前3回合，现在呢要注意这一点，就是增伤只是从3回合后开始。感觉那些突击队打前面回合的，基本上横戈就可以直接拔掉，其他战法会更有效率。改个百旗啊，还是比较输出型的，所以这个是要小心一点。然后还有一些功能的优化，我就抓几个重点吧。我最有印象的就是必成时间改成6小时变5小时，这个其实影响很大。哇，这还蛮大的哦。而且还有分层啊，分层被抓之前，主城先按 B 层，然后你缴了，然后就直接进入 B 层。听说这一次好像就不行了。对啊，因为正常来说，操作是你在被抓之前按 B 层，然后2个半小时之后分层可以直接解服，然后就会有那个6小时的免战。所以这些新的调整呢，尤其是对于那些同盟的管理员呢，非常非常之重要。好，我们继续看下去，我们来讨论一下武将啦。我们看一下，第一个就是徐晃，我觉得这个反击流是可以玩的嘞。感觉这个减伤还蛮给力的，虽然这边是写16吧，可是武力影响随随便便都能加到23、24%，很简单。现在先锋服就可以测了。我和凯哥下午有做理论值的推导，在45等徐晃白板的情况下，降伤可以达到50%左右。50%？ Oh my god！ 理论推算哦，理论还没有实际去测试。我试一下玩盾啊，把徐晃当成是一个司马懿，然后上曹操，然后每次满宠把全部的输出都指向曹操呢，徐晃就这边就会加强他，因为他的骑虎难下的关系。然后可能我们上一个真甲兵魅惑，可是我会觉得魅惑好像跟徐晃的输出是有点对立的，就是技穷啊、虚弱。虚弱不算，虚弱打只是没有造成伤害，可是也算攻击是算数。骑虎难下。对，来测试一下骑虎呢，还有加一下。看你要给他的配置到多少啊？最早的顶配其实是带横扫千军，横扫千军哦，最早。可是现在好像可以加一个乘胜长驱啊，这些好像叠加提高伤害，这些好像可以试一下。那就是可以搭横戈药马的选择性啊。横戈月嘛也是可以哦，测试一下横戈月嘛。我记得新版的徐晃在陆服还有一种玩法，把徐晃放2号位，就让他去吃援护。徐晃是带703军，就反击类的战法，也是一个选择。就是好像上一个畸形多龟之类型的嘛。可是如果满宠打在徐晃身上，徐晃不是很容易挂？我在想，不会啊，靠满宠的回血性啊。可是那一套其实还是要以非攻制胜为一个前提导向啊。对啊，我是觉得好像一定要有飞攻才能这样子玩啊，不然的话，你要以坦度的话，当然是曹操会比较稳定。只是你放徐晃为副将，是因为要躲一手畸形阵。这个思路有点像吨对2号位大后援变成那个徐晃。好，我们试一下。可是这样的话，就不是带藤甲兵魅惑了。
对不对？江之带刮骨疗毒了。先不用那先不看装备了，我们先不要用装备看看。骑我南下，这样的话就不能用骑我南下，就只能用反击啊，好像是绝地反击啊。其实绝地现在，自从某一个版本之后，绝地的适性来讲的话，算是都会越来越低啊。是哦，因为它只有在一个回合内的爆发性，但是它又不像士别3日一样，能够在那个爆发性打出一个很高额的穿甲能力。可是绝地反击跟横戈月马是好像有一点小联动，因为他自己每次受到兵刃伤害会提升6.5率，之后呢可以给蛮宠补回一手。然后第3个战法大家有什么建议703军？703军哦，直接玩反击流，好。重动呢？如果是701的话，重动应该没空位去嘲讽，就战法学院也不需要嘲讽啊，因为有蛮宠在啊。重动应该会比703军优先选择吧。收到虎攻时有事对来源哦，来我们试一下，因为我其实也没有用过中东万技啊，试看看。然后横戈月马风使阵，没有这样的话不用风使阵，我觉得这一队很适合辅击居民。然后藤甲兵给蛮宠带，你们觉得象兵还是藤甲兵会比较好？我觉得都不好，都不好，就直接不带。OK， 这样的话蛮宠带什么呢？我觉得这一队比起防御力会比较烈恶，觉得提升它的输出性的辅助位战法可能会比兵种类还要好一点。所以带一个草船借箭，当一个副输出。对，我在想这个阵容好像 no damage， 因为只有徐晃嘛，那需要徐晃去打1到2万的伤害，带这几个战法好像不太够，不太科学。我觉得它的稳定性高，但是就是因为稳定性高，所以才会出现这个问题。那我会偏好703去，对，行父有可能不考虑行父，反击流就不会放多回了。好，这样我们试一下703军啊，试一下。不是不知道啊，现在全部都是在纸上谈兵，试一下。问你们一下，元气壁弓如果有2支武将都上元气壁弓，会不会叠加啊？不会。不会哦，他会直接讲说有更好的状态在上面，或者是有相同状态哦，他并不会叠加。上3的发信过去啦。OK， 来了，我去西城了。你有看到他了吗？已经打了。已经打了吗？撞了，人没了，回了。我看一下。唉。就骑兵啊，我刚刚看到一个鏖战，现在有那个动画特效，哇，屌好屌！那个会一直显示，会很烦吗？你在大战的时候，它会一直跳。哇，这个还蛮屌，而且看得到是哪一个队伍的特效。